魏爷，还麻烦你安排借差去把人给救出来，这一切都拜托你们了。钱夫人等人一听，也立即朝着老魏行礼，哀求他派人去救他们的闺女。老魏冷笑，他们的算盘倒是打得挺快的，算盘珠子都快崩他脸上了。他们知不知道清风寨有多少土匪？自己就算是把所有的借差都安排出去，人数也怕只是没有对方的零头多，更何况清风寨易守难攻。可以，不见了闺女的，一家拿150两出来，我让人去清风寨交涉赎人。魏爷，你去救他们，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啊？你们只要把他们打败了救回人就行。还有魏爷，我们根本就没这么多钱，哪里拿得出来呀？另外，你们是借差，保护我们不是你的责任吗？是吗？宋明宇，老子不得不说，你想的太多。老子和老子的兄弟可没这个责任要保护你们，你们是死是活关老子屁事。你们这些人中，只要有60成的人到墨城，朝廷就不会计较。那几个被掳走的女子，老子如实上报就行。若是在京城，别说150两，就算是1500两、15000两我都会去拿。但现在150两我是真的拿不出啊，我可怜的闺女呀！徐少夫人，我知道你不缺这点钱，你能不能……不能。怎么，我脸上写着圣母2个字吗？还是写着个蠢字，让你以为我这个人会不记仇的去帮你？我求求你，帮帮我这个可怜的母亲。哼，真不要脸！刚才拼命往徐少夫人身上泼脏水，现在转身就对徐少夫人下跪，想用道德绑架徐少夫人，逼她掏钱帮你吗？徐少夫人，你可千万别心软帮这种人，小心他回头反咬你一口。就是，就算徐少夫人不缺这个钱，但人家为什么要帮你们这些白眼狼？是因为你无脑，还是因为你脸大？劝你做个人吧，你钱家是真拿不出150两银子？哼，不是拿不出，而是舍不得拿吧。你们救不救人？不救人就直说，别耽误我们赶路。反正就几个赔钱货，救不救都无所谓。毕竟现在150两能让你们一家活到墨城，舍不得拿出来救人，我们理解的。但千万别在这儿装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不过是个孽女，赔钱货，被掳走了就被掳走了，管他这么多做什么？他被抓是活该，谁让他大晚上乱跑来的？救回来有什么用啊？他名声也毁了，还不如任由他自生自灭，免得浪费钱。你疯了吗？那可是你闺女，你亲闺女啊！亲闺女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个赔钱货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惹事儿，不然我不放过你。徐少爷，徐少夫人，你们别生气，我夫人这脑子不行，请你们别跟她一般见识啊。我家那孽女啊，我们不管了。其他人见钱家人直接放弃了，脸上闪过了一抹犹豫，也要跟着放弃。他们不是拿不出150两，若拿出来之后，接下来这一路上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还有到墨城之后他们要如何安身立命呢？宋明宇脸色很难看，就这么放弃了？他不死心，上前想找多几个盟友，但是回应他的只有摇头。徐少夫人，你能不能平安平贵，扔他出去？还敢找他夫人当他没脾气呢？徐无厌，不愿意帮忙就不愿意帮忙，为什么要扔我？你太过分了！徐无厌，放我下来！像这种小人不用理他们，该动手时就动手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知道，你若是没让平安他们动手，我都准备好直接送他一拳了。这种事情啊，千万不要有妇人之仁，一旦心软，这些白眼狼就会死咬你不放，用道德绑架逼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。不过从今天来看，我对夫人很放心，夫人表现得很棒。心软不存在的，不过这些女孩子的失踪的确很可疑。你说的对，这里面的确是有清风寨的内应，可这人是谁呢？哎，你觉得谁会是内应啊？时间有些短，还没有查到蛛丝马迹，不过一下子不见几个姑娘，肯定会有痕迹留下，这人藏不了多久。林默点头赞同，见队伍已经开始往前移动了，看了一眼前面高高的门槛，他干脆弯腰把椅子连人直接抱起，然后大步地朝门口方向走去。等到了外面的路上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，改为推着他往外面走。徐平安找来这轮椅挺好用的，而这个过程徐无厌全程板着脸，旁人羡慕的目光他自动忽视了，他不想忽视都不行，无处可躲呀。他夫人的力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大。
嫂子，有事吗？嫂子，真的不管被带走的姑娘吗？你同情他们？嫂子你说对了，我觉得他们有些可怜，就想着如果能救就救下他们。天下可怜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可怜得了几个？更何况他们的家人都已经放弃救他们了，你为什么要操这个心啊？还有，你可知道你管了这闲事的下场？你知道的，不是吗？小月，你不是那种会随意心软的人，说吧，为什么？被带走的姑娘中有个叫温软的，她是我玩的最好的朋友，我有些担心她，所以……真的是最好的吗？不见得吧。若是最好，流放这么久，怎么没见他来找过徐宪瑜呢？反倒是徐宪瑜去过温家那边几次，只不过每次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嫂子，你看出来啦？你说的没错，流放开始后，他就疏远了我。这样的朋友，疏远一点吧。以前安平王府得势，自然是要巴结你的，现在大家一样的身份，自然也懒得理你，所以他对你的真心是非常的有限的。疏远了不见得是一件坏事，流放的路上各有各的命，你帮得了他这次，帮不了下次，我们能过好自己已经不容易了。嫂子你说的对，是我想多了。少爷夫人，打听到了。说。少爷，不见了的姑娘我都去打听了一下，他们昨天接触过的人里有一个共同接触的人，温软昨天都去找过他们。昨晚温软来找过你没有？姐，他其实来找你了，只是他被我讽刺了几句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当时你在厨房帮忙，没注意到。姐，我就是有些看不惯他，才开口讽刺了他2句。谁让他这么对你？你当他是朋友，但他当你是傻瓜。讽刺的好，他若真是见了你姐，怕是不见的人里就要多了你姐一个。我若猜的没错，不见的人应该都是被他偷偷叫出去的，所以才会没有人察觉到这些女孩的失踪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谁知道呢？或许为了钱，或许为了吃的，但他应该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带走。自作聪明，跟土匪打交道，不如直接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得了。夫人给的评价很中肯。哥，嫂子，你说被掳走的姑娘会有什么下场？卖到窑子里，或者给他老大做压寨夫人。想给土匪做压寨夫人吗？只要不被官府抓住，跟着土匪头子吃香的喝辣的，也挺潇洒的。不想，我一点都不想，我能吃苦的。嫂子又看我不顺眼了，什么时候嫂子才能看我顺眼一点？不想就安分守己一点，别擅作主张。徐宪瑜你也是，不该管的别管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别人的闲事你要少理会，流放的路上不自私一点，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，会怪我多事吗？不严肃警告他们，林默怕他们不放在心上，惹祸上身。不会，是该让他们多长几个心眼，免得累人累己。夫人教训的好。夫人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你这样扭着头，脖子不累吗？不累，我……徐无厌，我来推你。慕容这王八蛋，故意的吧？慕容，你给我停下来，我不需要你推。凭啥？好不容易有个新乐趣，你让我放弃啊？那多无聊！我一定是听错了，你是让我跑快点是不是？来喽，加速前进！慕容看着前面吵吵闹闹的两人，林默脸上闪过了一抹羡慕。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，挺好的。傍晚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饿得身体发虚，走路时脚步踉跄，若不是互相搀扶，这会儿怕是直接摔倒在地了。魏爷，还要走多久啊？不行了，好饿呀，我要走不动了。我也是，魏爷，还要走多久才能到驿站的？我走不动了，好饿啊！驿站，老子告诉你们，今晚住破庙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都给老子走快点，别拖拖拉拉的。听到魏爷的话没有？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到了破庙，你们也有时间找吃的，拖拖拉拉耽搁了时间，饿死你们算了。等看到破庙的时候，众人都激动地往前冲。救命啊！夫人小心，你没事吧？居高临下看着与自己近在咫尺的俊脸，林默的心弦一乱，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乱跳。而就在此时，不知谁撞到了他。小心！林默这次是实实在在、真真实实的撞在了徐无厌的胸口上，他结实的胸口让他的脸一红。徐无厌，有没有撞到你啊？疼不疼？慕容，我没事。徐无厌伸手抓住他的手，所有的情绪都被他藏在平淡的双眸下。夫人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你确定吗？夫人这般关心我，我很开心。而此时骚乱也逐渐的平静下来，破庙门口多了一群手持大刀且哈哈大笑的人。
少爷，少夫人，你们哪条道上混的？这些人都是被抄家流放的犯人，他们身上根本就没什么钱。你们若是想打劫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？清风寨。什么？清风寨？该死的，这些土匪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他们想做什么呀？掳走了这么多个姑娘还不够，现在追来是想赶尽杀绝？这些土匪想做什么？都给老子闭嘴！各位，别欺人太甚的好，泥人都有3分火气。之前你们从我这队伍中掳走了人，我都没带人去找你们的麻烦，现在你们直接上门，当我们这些借差是吃素的，随便你们欺负。谁跟你们说他们是被我们掳走的？我们可没掳走他们，他们是主动送上门的，知道吗？这位爷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我闺女！我闺女才15岁啊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她什么都不懂啊！滚！哼，哪来的疯婆子，大呼小叫，找打！你就是他们的头，老子也不为难你。这些人，一个人交出10两银子的过路费，另外，我还有徐家一家人的人头，怎么样？这要求不过分吧？不可能，这是200两银子，你可以拿走，带着你的兄弟去吃顿大餐。若是不行，那就只能动真格的了。先下手为强。哼，就知道你们这些穷鬼不会答应，所以我也不为难你们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们……就是现在！林默双眼一冷，毫不犹豫地把早就握在手心里的2颗黑蛋蛋奋力地往破庙里面一扔，不能让他把话给说出来。一旦说出来，身后的这些目光短浅的白眼狼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推出来。在浓烟冒出来时，林默低声吼道：“闭住呼吸！”而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慕容一见林默动手了，立即再补上了几颗黑蛋蛋。黑蛋蛋落到地上，散发出来的浓雾瞬间就把破庙笼罩在其中。刘志新一个不察，吸了一口浓烟，呛得他难受的咳了咳。什么鬼东西？我头好晕。然后身体一软，直接朝着地上倒去。被浓烟笼罩的破庙陆续传来了重物倒地的声音。看着破庙方向躺着一地的土匪，老魏一言难尽地看向林默。我是弱女子，这是慕容姑娘给我防身用的。没错，强力迷药，闻到就倒，好东西吧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把他们迷晕了。若是他们醒来，把气发泄在我闺女身上怎么办？不，我闺女不能出事。你快把他们弄醒，跟他们道歉，让他们放了我闺女。林默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朝他脸上打去。冷静了吗？若是还不冷静，我不介意多打你几巴掌。哼，跟他一样想法的站出来，看我会不会直接把你们给打飞了。怎么不服？哼，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强盗，你以为你们按他的要求给了钱，他们就会放过你们吗？错，他们只会杀人灭口。而女人被掳上山是什么样的下场，你们自己想。哼，你们愿意束手就擒，我林默不愿意。徐家人也不愿意。平安，带人杀了他们。徐少爷，不可！这些土匪恐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说把他们都给杀了，怕是会遭到他们疯狂的报复。魏爷是想让我放过他们，放过他们的后果，魏爷可曾想过？老魏一时语塞，林默却走到了这些被迷晕的土匪旁边，他从地上捡起一把刀，毫不犹豫的一刀捅入距离自己最近的土匪的胸口。这些土匪作恶多端，他们手上不知沾了多少的鲜血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手起刀落，飞溅的鲜血染红了林默的双眼。众人惊恐地看着林默，他怎么敢杀人呢？默默，跟土匪讲道义，是你们傻还是他们蠢？你们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杀了他们，我也算是为民除害。说完，再刺向另外的一个土匪。今日他必须把这些墙头草和白眼狼吓破胆。徐平安等人立即冲过去帮忙，刀起刀落，空气中多了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血腥味。老魏双眼深沉地看着这一幕，既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参与。许家人够果断，出手也狠。赵琪惊恐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，他很庆幸自己的脑袋还在。他决定了，以后惹谁都不惹他。这女人太可怕了。许无厌看着站立在尸体当中的林默，嘴角高高地翘了起来。他夫人是个杀伐果断之人。刘志新，林默没有杀，而是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。把刘志新弄醒之后，林默往旁边一站。
谁绑的老子？给我松开！是谁？是谁杀了我清风寨的人？我要杀了他！我杀的。魏爷，你们不想牵扯到这事中来，我理解。你可以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找今晚的落脚点。我若是没事，明日自然会追上跟你们会合。若有事，你也不用等我了。老魏迟疑，出于个人情感，他不想抛下林默，毕竟林默对他有救命之恩。但出于大局，他知道林默这安排是最好的。清风寨来的人全都死在了这儿，消息传回去，清风寨的人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林默要留在这儿，就意味着他不会把这事牵扯到他们，可他们或许就会把命交代在这儿。魏爷，这事没什么好纠结的，你给我1晚的时间去解决这件事情，对我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。活着，我在前面等你。默默，你和吴燕他们一起离开，娘留下。那些土匪说是来了，娘就说这些人是娘杀的。娘，你别添乱。岳母，你和小鱼他们上马车，彭叔你负责赶马车，可以吗？少爷，可以。你们立即上马车追上前面的人，其他人给我留下。你也离开。徐无厌，你还有伤在身，你留在这是拖后腿，你也走吧。我还有一只手，我就算只有右手能动，这些土匪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我没让你离开，你更不能让我走。我是徐家的一家之主。林默懒得跟他废话，走过去就要把他连轮椅一起抱上马车，但下一秒，许无厌右手牢牢抓住林默的右手腕。夫人，我不会给你拖后腿。林默突然动手，一个手刀，手起刀落，直接把徐无厌打晕。你好好活着。徐明安，你们害怕吗？死肯定怕，但为了少爷少夫人，我这条命豁得出去。我也是。要不要去土匪窝走一趟啊？少夫人可以。与其在这里等他们来，不如直捣黄龙，杀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掏出慕容临走时留给自己的黑蛋蛋，林默递给他们，让他们平分。他们人都示众，不要傻乎乎的跟他们硬碰硬，偷袭更适合我们。少夫人，我们懂。少夫人，他怎么处理？说吧，把清风寨的情况说出来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呸！贱人，滚！到我大哥来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清风寨，刘志勇喝了一口酒，放下酒杯，抱着自己怀里的温软，那就是一顿猛亲呢。大当家，你的胡须戳得人家好痒，来，我给你倒酒。你这个小娘皮的，别以为爷没看出来你嫌弃爷的胡子，爷告诉你，这有胡须的才叫男人，懂吗？说完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把桌子上的酒壶菜碟全都扫落在地，随后扯过被吓到的温软，把他按在桌子上一顿猛亲。大当家不要，大当家，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错了，大当家，放过我。贱人，敢反抗啊！爷告诉你，爷睡你是给你面子，比不识好歹，知道吗？跟了爷，以后你就可以留在清风寨吃香喝辣的，不用去流放。我告诉你，莫成会吃人。说完，双手抓住他的衣服，用力直接给扯开了。果然京城来的小娘们皮肤就是白呀，啊，就是嫩呐！说完，一口对着他胸口咬了下去。温软手紧抓着胸前的衣服，红肿着双眼，被人狼狈地推到了屋内。他狼狈地扑倒在地。贱人，刚才我们老大没喂饱你吗？现在就摆出这种姿势勾引老子，你等着，老子一会儿回来狠狠干死你！滚开！别碰我！啊！救命啊！小婊子，跟老子装什么装？刚才在我们老大身下不是叫唤得很浪吗？现在瞧不起谁呢？跟老子装蠢，老子打死你！小喽啰边骂边朝他臀部打去，接连打了好几巴掌之后，才骂骂咧咧地锁门离开。为什么你们看着我被欺负，不过来帮我？大家听我说，我们之所以落入土匪窝，全怨温软这个贱人。他让我们不好过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好过。咱们先揍这贱人一顿，把我们心中的怒气给出了再说。说完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对着温软狠狠的就是一脚。其他人这会儿也忍不住了，纷纷冲上去，手脚一起朝温软打去。啊！住手！救命啊！去看看老二他们回来没有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呀？老大，二爷他们还没回来。
哎，老大，怕是那些流放的犯人拖拖拉拉半天没到，二爷才回来晚了。二爷带去了这么多兄弟去，要收拾他们轻轻松松了。刘志勇一想也是，自家老二自小就是个狠的，他出马自己没啥好担心的。而他嘴里的老二，也就是刘志新，此时正被林默他们绑在马后面拖着跑。等到清风寨所在的山脚下时，刘志新只剩一口气了。嘴巴挺硬的，命也够硬的，被拖了一路都没死，你的命也是真够大的。你不得好死！哼，死在你手中的人比我的可多了去了。你这种人渣都能活这么久，我只要比你多活1年，那就是赚的。说吧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你所知道的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妄想！骨头够硬的，所以你可别死了，好好看着你引以为傲的清风寨是怎么被大火给吞噬的。说完，让徐平安等人把他绑在树上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让他们在此等着自己，他摸上去查看一下情况。少夫人，去打听消息的事情交给我，你不能去冒险。还认我这个少夫人吗？认的话，一切都要听我的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他有空间，躲到空间里，谁也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所以他可以不惊动任何人摸进清风寨，比他们都要安全。强势压制住徐平安等人之后，林默悄无声息地朝清风寨摸去。等回去后，少爷怕是会虐死我们。还有，在少夫人面前，我怎么感觉我很废物？别说你有这种感觉，我也有。唉，少夫人就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咱们只能听她的。等她放出信号再摸上去。另外，若有不对，就算是强攻，咱们也要攻上去，一定不能让少夫人出事。几人齐点头。对了，少夫人说了信号是什么吗？徐平安他们怎么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呢？错觉吗？林默这边寻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一个闪身进了空间，然后驱动着空间快速朝着清风寨摸去。此时的清风寨一片寂静，只有几个灯笼在黑暗中随着夜风晃动，而负责守夜的人早就抱着刀在一旁的角落里酣睡。林默眼底闪过了一抹寒意，直接抹了他的脖子。随后一间间的屋子搜起来，人多的直接送一颗黑蛋蛋，然后摸进去，手起刀落。等找到被关的女孩时，林默已经成了一个血人。现在放他们出来只会坏事儿，要先关着。按照之前的办法，林默血洗了一圈清风寨。清风寨有一个牢房，而且在牢房的最深处有一个深坑，深坑里尸骸累累，最上面几具的尸体还是新鲜的，刚死没多久。而各个牢房里都关着人，这些被关着的人基本都被绑在十字架上，没被绑的基本都软趴趴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而从他们的身上痕迹可以猜出来，他们曾经遭受过什么。清风寨的人没有无辜之人，全都该死。林默从牢房里出来，直奔后面的一间屋子，那是清风寨里最好的屋子，他故意留到最后的，因为这屋子里住着清风寨的老大刘志勇。在他对他下手时，他先把整个清风寨掠夺过来的不义之财全部给收了，就连粮食也不放过，全部收掉，然后把厨房里面的油全都拿走，分别撒到清风寨的各个角落。刚走了几步，他心中忽然一动，双眼看向一旁与刘志勇的屋子紧挨着的房子，那是一间空屋子。他之前进去看过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会留一间空屋子呢？林默总感觉自己忽略了什么，再次走进那间空屋，抬脚朝地上重重踹了几脚。声音不对，这里有暗道。林默寻找了一番，把暗道的入口门打开。入口不大，但越往里面空间也跟着变大。到底部的时候，林默呆住了。铁矿，这里竟然堆满了各种挖出来的铁矿。他们在这里占山做土匪，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这里有铁矿的事情。或许他背后的主子就是想要徐无厌命的人。这里距离保安城很近，若说谁能庇护清风寨的人，非洛王莫属。他手一挥，把这些铁矿石都给收了，扫了一眼变得空荡荡的矿洞。林默面无表情地朝地上走去。这一次他直接进了刘志勇睡的屋子。贱人，你居然敢砍了我的手，我要杀了你！染血的左手直接朝林默抓去，林默都不躲一下，直接挥拳迎上，他的拳头落在对方的手心，咔嚓一声。林默扫他一眼，走出去，拿出一个火折子，对准大门的方向扔去。火遇到油，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
而屋内的刘志勇此刻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自己这里动静这么大，竟没有一个兄弟过来，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，难道他清风寨被人给攻破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和清风寨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灭我清风寨？你背后的主子是谁？或者我换个问法，是谁让你去杀徐家人的？你是徐家人？林默一脚把他踹飞。你只需要回答我问题，其他废话少说。刘志勇，我的耐性有限，别挑战我，不然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贱人，既然知道我背后有人，还敢这么对待老子？老子告诉你，等他来了，你会比老子死得更难看。哼，冥顽不灵。林默冲上去，一脚踩在他的手臂上，一个用力碾压，顿时收获一片杀猪声。你不说就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洛王就是你背后的主子，对不对？他松开脚，弯腰捡起自己刚刚扔到地上的刀。你做什么？你不能杀我！杀了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只有你不杀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迟了，你比你弟弟还不如，他好歹还倔到了最后。话落，刀也落，一道鲜血喷涌出来。杀了这些人，他不后悔，毕竟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更多。不算大牢里的，就说矿洞里堆积如山的骸骨，怕是当年他们绑来挖铁矿的人，在铁矿挖完之后，未免消息走漏，这些人全部都被灭了口。少夫人，徐平安等人赶了过来，只看了一眼屋内，他们脸上写满了兴奋与崇拜。清风寨的人全部被少夫人放倒。林默扔给他们一个包袱，这里是夜行衣，都换上，别让人认出你们的身份，去把被困在这里的人放出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我会放火烧了这里，记住，绝对不能暴露身份，特别是那几个姑娘，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的身份。清风寨背后还有人，水很深，绝不能大意。林默给自己套上夜行衣，开始在刘志勇的屋子里搜。刘志勇是洛王的人，他们肯定是有书信来往，或者是信物之类的，这些将是扳倒洛王的关键。一番寻找，林默终于在一幅画的后面发现了一个暗格，暗格里面藏着一个锦盒，打开，里面果然藏着厚厚的一叠信。他正想着打开信看的时候，刚好听到脚步声朝这边走来。林默没有任何的迟疑，直接带着东西进入了空间。想到他毁了自己的清白之身，温软怒从心来。等缓过来之后，便开始在刘志勇的房间翻找，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还吃香喝辣，我呸！哼，这一趟没白跑。等他走后，林默从空间里出来，这温软也是个狠人呢。徐宪瑜若不是和他保持距离的话，怕是会被他害得很惨。徐无艳这边，老魏带着他们走了几个时辰，确定清风寨的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时，才找了个空地扎营休息。终于可以休息了，真是累死我了，再走我就要瘸了。可不是嘛，都走了这么久，清风寨的土匪不会追上来吧？哎呦，别提清风寨3个字，提到我都心慌，就怕清风寨的人忽然冲出来。我也是。要我说，这一切都得怪徐家，这清风寨是冲徐家来的，他们还把清风寨的人给杀了。这下好了，原本把徐家人推出去就没咱们什么事儿的，最后却变成我们狼狈的逃命。众人往旁边挪了一下，独留正说得滔滔不绝的韩玉书在其中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难道这一切不该怪徐家？众人没吭声，纷纷散开。开玩笑，他们现在可不敢惹徐家人，就算那个杀神不在，他们也不敢说是非，不然那女人回来给他们来上一刀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徐家这边，因为徐无艳没有醒，所以一切都由徐宪瑜拿主意。他选了一块离其他人有一定距离的平地作为今晚的营地，而且为了安全着想，徐宪瑜没有打算搭帐篷，准备今晚大家都靠着马车休息。另外还需要安排人守夜，而守夜的人只能是徐大鹏和林硕，两人不良于行，白日可以在马车上补眠，不耽误接下来的行程，所以他们守夜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我呢，慕容姑娘，这些事儿不用麻烦你，你好好休息就行。慕容只是挑了下眉，没说话，不过嫌弃地看了一眼马车里的徐无艳，竟被他媳妇儿打晕了，弱爆了。你们先去休息，我和云嬷嬷先守一会儿，晚点换你们来。没错，你们赶紧去休息，我们先守着。你们累了一天了，先去休息，这里我和林硕来守着。一旁的林硕猛地点头赞同。瞧不起谁？你们是伤者，
本来就需要多休息养伤。我老太婆不睡一晚还撑得住。再说白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马车上补眠。若今晚真有事儿，还得靠你们御敌。就这样，少给我废话，上去休息。这里交给我们守着。一听秦嬷嬷的话，徐宪瑜立即知道自己之前考虑的不周。现在他们都睡死了吧？应该睡死了，不过那2个老东西没睡，怎么办？再看看，爹不同意，别吵醒他，等他睡熟先。爹就是个老糊涂，现在的徐家根本没什么好怕的。大哥，爹睡着了。现在只要等何大东他出来就可以准备动手了。何大东怕也拦不住他们，一会儿速战速决。要是老魏敢拦他们，韩玉书脸上多了一抹狰狞，这一次就顺便连他一起做了。嘿，他们来不了，我刚才过去一趟他们那边，扔了一颗迷药到火堆里，现在他们怕是都睡死了过去。早说呀，行动！不过就2个婆子而已，还怕他们不成？我韩家这边可是有20多人，能轻松弄死他们。走，速战速决！秦嬷嬷眼尖，看到韩家这边不要脸的竟拿着木棍朝他们走来。大小姐，快醒醒，韩家那些不要脸的狗东西来了。小鱼，好歹你也是我的外甥女儿，只要你把粮食和你们身上的钱财都给我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们一条命。我呸，跟你做亲戚，我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，给我滚远点！想要粮食和钱，送你2个字，做梦！臭丫头，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看今晚还有谁会来救你们。